宝吃完自己手里的胡萝卜，就来抢瑞宝了。瑞宝最近真是越来越烦辉宝了。瑞宝看辉宝过来后，立马转身躲得远远的。辉宝看瑞宝不给，就硬抢。哎呀，你走开点！你刚吃完了就来抢我的，我才不给你呢！谁让你吃的这么快？瑞宝将胡萝卜全部藏进了嘴巴里，对辉宝讲自己吃完了。我不信，你让我看看。那你看，我真的没有了。瑞宝等辉宝查看完转头的功夫，瑞宝像变魔术一样将胡萝卜重新变了出来。你明明还有，你居然敢骗我！快给我吃一口！哼，就不给我就咬你手！求求我的好姐姐了，快给我吃一口吧！辉宝宛如一个粘人的小妖精，但瑞宝不吃这个。瑞宝在辉宝这里已经吃了不知道多少次的亏了。看到姨母摸瑞宝的时候，让姨母只能跟自己玩；看到姨母跟姐姐玩，还要咬姨母的腿，这一大口真是一点也不留情啊！而睡觉时，辉宝没有安全感了，就将自己塞进瑞宝的嘎吱窝里。古灵精怪的辉宝是一点亏也不想吃，一点便宜也不想错过。辉宝眼看着圣熙阿姨拿来2束小零食，辉宝不仅要拿自己的，还要给姐姐的也抢过来。有的时候瑞宝也很气，就对着辉宝吼上一声，表示自己也不是好人。瑞宝这一嗓子证明了自己也是只猛兽来的。瑞宝要是不发点脾气，辉宝总以为自己是大姐。而这次瑞宝这里真的将胡萝卜吃完了。辉宝眼看瑞宝这里也没有什么便宜可占了，转头就走了，不跟瑞宝玩了。前有宋爷爷手托辉宝的大便仔细的端详，后有将爷爷高举手机激动的拍摄辉宝蹲在草丛里拉青团的样子。两个爷爷真是一生酷爱研究宝家的青团。早在福宝的时候，两个爷爷就出现过青团癖的行为。两个爷爷凑一起，能给福宝青团研究好久。宋爷爷有时看到福宝规则完整的青团时，能兴奋地举着福宝的青团，在园区到处跟游客们分享。其实从大熊猫的青团可以分析出很多事情。对于瑞宝和辉宝现在产青团，说明瑞宝、辉宝现在身体消化得很好。而随着姐妹俩慢慢长大，对竹子越来越感兴趣后，产青团的频率也会增加。尤其是对于成年野生动物，更不可能做到像宠物一样经常为其详细的检查身体，而它们的尿液和青团就成了饲养员们检查它们身体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途径。饲养员们可以通过尿液分析出它们近期的激素变化，尤其是它们的青团。兽医们需要完全将其拆碎，查看里面的杂质。虽然看起来并不美观，但是实际上大熊猫的青团是没有气味的，而且健康的青团还会散发淡淡的竹子清香。将青团拆碎后，饲养员们会检查里面的水分以及未消化的竹子大小。不过对宝家来说，因为饲养员们的严格饮食要求，青团向来都是很健康的，而且没有气味。这从宝家成员房间和饲养员们的办公室互通的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如果宝家成员的青团有气味的话，对于一天近乎要产100斤青团的宝家，饲养员们肯定会被熏翻的。一个青团就能看出一只大熊猫的这么多信息，这让两个爷爷怎能不上心呢？而对于辉宝产青团，不只可以看出是消化的好，还能看出辉宝从小就有危险意识，知道把青团产在草丛里，这样别人就发现不了自己的气味。时间居然保不清是乐宝太会还是宋宝太会。昨天是爱宝出生的第4000天整，宋爷爷趁爱宝和姐妹俩都在睡觉时来到了园区，给爱宝送来了出生第4000天的礼物，以及一束凌霄花。韩国姨姨们表示，凌霄花在韩国的花语是慈母之爱，而在我国凌霄花很早就被用来形容美女。而之所以提及乐宝，是因为这凌霄花是生长在乐宝园区的。而宋爷爷在网上发文表示，自己是替乐宝送的，因为乐宝不好意思自己来，还让自己转达想对爱宝说的。爱宝看了表示都是老夫老妻了，还搞老掉牙的这套。宋爷爷这里将乐宝给爱宝的礼物放好后离开。等爱宝醒来时，宋爷爷又来到了园区，赶忙用手机记录爱宝看到乐宝礼物时的样子。因为宋爷爷需要为乐宝拍摄客户签收的照片，爱宝看着眼前乐宝搞的浪漫，表示老娘不吃这套，别整这死出。不过爱宝对乐宝从自己小零食里省下来的窝头和苹果倒是很满意。而对于鲜花，爱宝一把就给它抛掉了，因为有点妨碍到爱宝啃咬竹笋了。而宋爷爷这里作为配送员也很是尽职尽责，用手机记录着爱宝看到礼物后的全部过程，等着一会儿回去后好跟乐宝交差。爱宝这里吃着乐宝送来的竹笋，明显很开心，吃竹笋时忍不住上扬的嘴角就是证据。此时爱宝心里一定还在嘀咕着乐宝吧，
爱宝开心的吃完竹笋，又拿起了身旁的竹叶，竹叶没吃两口。爱宝又闻了闻乐宝送的鲜花，爱宝又仔细看了一下鲜花后，夸赞这乐宝还挺会挑的。而今天因为是爱宝的4000天纪念日，宋爷爷还提前让爱宝回家休息了。想必作为奶爸的宋爷爷一定也给爱宝准备了礼物吧。而瑞宝、辉宝这里一直都在树上睡觉，全然不知刚才发生了什么，只知道自己现在还需要再睡一会儿。原来爱宝在怀二胎时，宋爷爷还做过胎梦。大家都知道，爱宝在怀孕时，江爷爷的妻子就连续2次做过胎梦。福宝时，江爷爷妻子梦到了一团黑色的毛茸茸的小球；而在瑞宝、辉宝时，江爷爷的妻子则梦到了一群黄牛。而宋爷爷这里则是自己梦到的，只是和江爷爷妻子梦到的有些不同。宋爷爷梦到的是爱宝乐园园长。꿈을 꾸기는 합니다. 꿨어요. 안 믿으실 것 같은데. 관련한 꿈이기는 한데 그 원장님이 나오셔서 원장님이 꿈속에 나오셔서 쌍둥이네 뭐 이런 얘기를 하셨거든요. 虽然有点搞笑，但这却是宋爷爷真实经历的。但不知道园长如果知道了自己出现在了宋爷爷梦里，会作何感想？真不愧是宋3岁。而随着福宝回国，已经快离开韩国1个月了，宋爷爷也开始用瑞宝和辉宝填补福宝在自己心中的空缺了。最近宋爷爷每天1篇瑞宝和辉宝的小日记，连干3天，不过文中再也没有出现福宝的字样和身影。福宝的离开让宋爷爷颓废了许久，宋爷爷也表示自己占用了太多的公共资源，而现在作为公共人物的宋爷爷更想为大家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而在宋爷爷为瑞宝、辉宝写的这3篇日记，更像是儿童绘本。宋爷爷给瑞宝和辉宝的行为和动作配上了微妙的对话。宋爷爷下一步不会是要寄给福宝出书后给瑞宝、辉宝出儿童绘本吧？宋爷爷给姐妹俩和福宝培养的真是2种不同的路线。不过宋爷爷要是真出书的话，想必又一次给了宝家一份巨大的流量，这样宝家的粉丝真是每个年龄段都有了。或许多年后，许多韩国新生婴儿会是看着瑞宝和辉宝为主角的育儿书长大的。出生认识的第一个动物就是中国大熊猫。宋爷爷真的是不断的为营销宝家付出着自己的努力，也是想让瑞宝和辉宝等回国时和福宝姐姐拥有同样的流量。前有宋爷爷虎口夺竹，今又有了宋爷爷虎口夺笋。宋爷爷为了宝家的一口吃的，真是哪儿都敢去啊！只要看到有竹笋存在，不出几分钟，宋爷爷必会出现在那里。而也正是因为宋爷爷和江爷爷这集幽默与搞笑于一身的形象，不禁让园区都有除动物以外的另一个看点。这让游客们去爱宝乐园看动物时，路上偶遇宋爷爷和江爷爷，都变成了爱宝乐园的一个小彩蛋。而2个爷爷因为自己不同的幽默，还给自己也吸引了一批粉丝。为此，之前江爷爷还曾厚着脸皮问过游客们，有没有是特意来看自己的。 부모가 안 나오고 제가 여기 있었으면 좋겠다는 분 계세요? 아이고! 江爷爷也没想到，还真的有人举手。看来江爷爷敢于抖包袱的自信，都是游客们给的。不敢想，如果这时没人配合江爷爷，江爷爷会不会社死在原地，当场从外向的江爷爷变成内向的宋爷爷？而现在单纯在园区的互动已经满足不了社牛的江爷爷，江爷爷最近还跑去给人主持婚礼去了。不过这一走，则独留下了社恐的宋爷爷。宋爷爷独自在园区接待领导，腼腆的像是个小女孩。虽然宋爷爷在园区比较放纵不羁，可以陪瑞宝和辉宝肆意的玩耍，就算当被辉宝抢走鞋子，也不会感到尴尬，甚至在熟人和同事面前都可以放得很开。每每和同事打闹，宋爷爷也都是站在一点也看不出社恐的样子，甚至这时说宋爷爷是社恐，根本就没人会相信。而一旦面对陌生人，宋爷爷立马就变了个人，腼腆的像是个小姑娘，默默跟在领导后面，甚至双手都不知道该怎么放好了。而也正是因为2个爷爷这不同的性格，才体现出了宝家这与其他大熊猫不一样的生活。而福宝一家之所以能有这么多的粉丝，一部分也是因为2个爷爷与宝家所发生的这奇妙化学反应。圣熙阿姨这期节目中请来了熊猫馆颜值最高的姨姨前来助阵，不过圣熙阿姨请来的姨姨似乎也是个社恐，2个社恐在这下场面更社恐。圣熙阿姨录制完介绍语，去给爱宝送竹子，转头就遇到了宋爷爷。宋爷爷总是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出现在圣熙阿姨的节目中，再这样剪辑宋爷爷，宋爷爷3岁的形象就真的长不大了。而这周圣熙阿姨用镜头辟谣了姐妹俩的指甲并没有被剪，顺便还展示了一下姐妹俩的可爱。一会儿圣熙阿姨来到园区放置竹子，辉宝凑上前想跟圣熙阿姨玩耍，圣熙阿姨拿出胡萝卜吸引着辉宝。圣熙阿姨这在宋爷爷的影响下也逐渐送化了。不过辉宝不傻，
辉宝看圣熙阿姨不给自己胡萝卜，立马趴下马桶撒娇。圣熙阿姨抓准时机放下胡萝卜，并用对讲机通知饲养员让爱宝进来，以及快速跑回家。而辉宝这时上来就给爱宝的胡萝卜扔朝下面去，这让爱宝来到小亭子上后找寻了半天，也没找到自己的胡萝卜，都给爱宝整懵了。因为每一餐自己的食物都有什么，爱宝是一清二楚的。这次自己的小零食没有了，让爱宝一时不知是依依没给自己放，还是辉宝给自己偷吃了。爱宝不敢相信，走去了小木床，又看了一圈，但发现小木床上也没有。爱宝又掉头走了回来。此时的爱宝已经有点失落了，但辉宝这没心没肺的样子，根本不在乎妈妈的感受。而对于胡萝卜，因为自己没有被发现，此时正躺在地上偷偷哭泣。一会儿，宋爷爷来到园区给圣熙阿姨助阵，顺便给姐妹俩一人带了一根大竹笋。宋爷爷哄着辉宝要乖乖听话，不愧是宋3岁，这哄熊方式都这么特别。上周宋3岁跟瑞宝和辉宝练习了多次的打疫苗的动作，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早上将爷爷来到办公室后，先是给瑞宝和辉宝的房间进行收拾，防止一会儿兽医来家里时笑话宝家的卫生情况。而在瑞宝和辉宝打疫苗时，将爷爷需要给爱宝先安排好，避免一会儿爱宝无聊，将爷爷给爱宝扛来了许多鲜嫩的竹子。此时瑞宝和辉宝还不知道一会儿将要发生什么，只是好奇为什么爷爷让自己和妈妈分开。而在兽医还没来的这个时间里，将爷爷尽可能的给姐妹俩营造出欢快与开心的氛围，将爷爷给姐妹俩投喂了美味的胡萝卜。很快，姐妹俩的胡萝卜吃的差不多了，兽医小哥哥也来了，将爷爷随手先给正躺在地上的辉宝按在了身下。而一旁的瑞宝还不知道妹妹这里发生了什么，有爷爷在身边，辉宝很听话，可以说是几乎没有抵抗情绪。而兽医小哥哥也很专业，很快就打完了。想必辉宝也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为了不让辉宝思考，将爷爷这里立马开始陪辉宝玩耍，转移辉宝的注意力。但这根本不管用，因为辉宝刚才看到了给自己打针人的脸，直冲兽医小哥哥就跑了过去。辉宝想报仇，而且还是狠狠的那种。辉宝打完疫苗后，很快轮到瑞宝了。兽医小哥哥刚要进来，辉宝一口就咬在了兽医小哥哥的腿上，疼的兽医小哥哥都叫出声了。辉宝也算报了刚才打自己的一针之仇。辉宝看到兽医小哥哥又要给姐姐打针时，立马跑过来救姐姐，但是被圣熙阿姨拉走了。而瑞宝这里的情况比辉宝还要顺利。瑞宝在打针时只想着别抢自己的胡萝卜，针都打完了，瑞宝都没反应过来。而辉宝这里还在一脸仇恨地看着兽医小哥哥。辉宝是真记仇。辉宝蹲坐在门口，兽医小哥哥跟辉宝道歉，但辉宝表示自己不接受。这一下兽医小哥哥算是跟辉宝结下梁子了，以后辉宝见了这个兽医一定还会再咬他的。别喂了，别喂了，嘴巴里面都要放不下了。在宝家有一种饿了，叫做姨母，觉得你饿了。辉宝左手拿着胡萝卜，右手拿着竹笋，屁股后面还有一块更大的竹笋。圣熙姨母让姐妹俩敞开了吃，表示不够还有，给辉宝手里塞得满满的后，圣熙姨母给藏在小树桩后面的瑞宝拖了出来，并将大竹笋放在瑞宝身上，让瑞宝别忘记吃。姨母刚忙完瑞宝，而辉宝这里又给胡萝卜扔地上了。圣熙姨母给辉宝的胡萝卜拿去饮水盆清洗，就在姨母清洗胡萝卜时，辉宝懂事的坐了起来，面朝着姨姨们，这让两个爷爷一时摸不着头脑。两个爷爷怎么教都教不会的困难，居然到了圣熙姨母这里，自然而然的就给学会了。而从姐妹俩啃咬竹笋的样子来看，姐妹俩现在已经可以自己进食一些竹笋和胡萝卜以及这些比较软的食物了。辉宝这里没一会儿就给竹笋啃去了大半，果然有些事情就得让女生们自己解决，女生理解女生，不会难为彼此。一会儿姐妹俩吃饱，又给依依整起了活。瑞宝此时看到妹妹正在树上，于是也想爬上去玩耍。辉宝看着姐姐这架势，以为是来揍自己的呢，手上的竹笋都吓掉了，急忙阻挡住姐姐。而瑞宝则给自己挂在了绳子上，瑞宝趴在绳子上的模样和小龙女，而且不得不夸赞一下瑞宝的平衡能力，在绳子上平稳得很，根本不会掉下来。等瑞宝想下去时也很是轻松，就这样抓着前面的小树，轻松给自己摘了下来，动作一气呵成，简直不要太丝滑。韩国的竹笋到了盛产的季节了，宝家作为韩国每年最先吃到竹笋的人家，今年的竹笋也是如期而至了。宋爷爷在收到新鲜竹笋后，便立马给瑞宝和辉宝挑了一根最新嫩的过来。这是姐妹俩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吃竹笋，上周吃的雪竹竹笋太小了，还不够磨牙的，而今天这竹笋，姐妹俩才是真正品尝到了竹笋的味道。姐妹俩对竹笋的接受程度还是蛮不错的，和福宝小时候一样，
福宝小时候第一次看到爷爷给自己拿来竹笋时，立马从爷爷手里接过竹笋，带着竹笋爬到了自己的小树上，然后找了个舒适的位置开吃。福宝一家吃竹笋向来都是不用教的，这时的福宝就已经会给竹笋剥皮了。福宝给竹笋皮剥掉，然后吃竹笋尖。不过福宝吃的竹笋与瑞宝、辉宝不同的是，当时福宝吃的是园区的第一根竹笋。以前爷爷们对福宝的爱都是优于宝家所有成员的，而现在宋爷爷在发现了园区第一根竹笋后，则给了为宝家付出最多的爱宝。而瑞宝、辉宝这里今天在吃到竹笋后，那叫一个开心，都忘记和爷爷打闹了，一心全扑在了竹笋上。姐妹俩一人抱着一根，卖力的啃咬着，而宋爷爷则在360度无死角的记录着瑞宝和辉宝吃竹笋的样子。辉宝啃着，自己偷偷爬到了滑梯上，背对着爷爷和姨姨们偷偷吃。姐妹俩这古灵精怪的样子着实可爱，而宋爷爷为此拿着手机辗转于姐妹俩之间，不想错过姐妹俩任何一个镜头。不过建议宋爷爷拍摄时用广角镜头，不然拍出来的画面将又会像是上周那样对脸大头照。姐妹俩对着竹笋边吃边扔，最后也算是解决完了。宋爷爷看姐妹俩吃完竹笋了，于是便抱着姐妹俩回家了，偷偷告诉瑞宝和辉宝，当年福宝姐姐在园区吃完竹笋后，福宝姐姐晚上回家，爷爷又给了福宝一根新的。瑞宝、辉宝回家如果没有收到第2根竹笋的话，记得跟爷爷捣蛋哦，不能让爷爷偏心。来韩国对于如何打招呼、是否用敬语是如此的看重。江爷爷在节目中表示，自从自己知道了有许多长辈看自己的节目后，自己从节目中的用语都变了。 예전에 제가 유튜브를 할 때 뿌딩이 친구들 안녕 하고 반말을 했는데 지금은 이제 막 7학년, 8학년, 9학년 이러시다 보니까 막 존댓말을 어느 순간 제가 쓰고 있는 거예요. 而在这期节目中，江爷爷还提到了福宝小时候生病的事情。很多姨姨之前说江爷爷总是报喜不报忧，例如我国曾文奶爸在采访中提到的福宝小时候得过皮疹，但在10日龄的时候发现背左侧长出了5个豆状包块，随后全身陆续长出，经熊猫中心专家组会诊后确诊为豆状皮疹。其实江爷爷也曾在节目中提过， 우리 푸버도 한 달 되기 전에 약간 결절, 종기 같은 결절이 배 쪽에 생긴 일이 있었거든요. 그래서 걱정을 되게 많이 했죠. 江爷爷并表示，那时福宝的体重突然间就掉了很多，之后便对福宝的成长进行人工干预。江爷爷表示，好在有中国饲养员在，福宝的病情和体重才得到了稳定的治疗。或许江爷爷没有将此事一直挂在嘴边，也是因为怕宝家粉丝们对其产生过多的担心，亦或是就像人类一样，没人会愿意提及自己孩子小时候所经历的痛苦。而在当时，想必江爷爷对其的担心不比任何人少。江爷爷作为韩国大熊猫的第一责任饲养员，江爷爷知道自己此时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江爷爷讲自己不怕辛苦和劳累，更怕的是明知自己照顾的动物此时很痛苦，但自己却对其无能为力。而在福宝出生时，最担心福宝的并不是饲养员，而是爱宝。江爷爷表示，在福宝刚出生时，爱宝特别的小心，到了完全舍不得把福宝放下的程度，但这就导致爱宝自己没法安心睡觉，只能倚靠在栅栏上坐着休息。之后饲养员们在对爱宝做检查时，就发现了爱宝后背的炎症。别说是大熊猫，就算人类母亲一直保持一个姿势抱孩子，也会有损自己的腰部。但即便是这样，爱宝也不愿意将怀里的福宝放下。不过福宝长大后，爱宝想怎么揍就怎么揍。宋爷爷今天在跟同事们吃汉堡时，想象力突然又迸发了。今天用苹果和胡萝卜给乐宝和爱宝也安排了一个大熊猫版汉堡，而一个美味的熊猫汉堡则要从揉面开始，要达到筋道的效果，需要揉够7749次，少一次都达不到那个口感。之后将揉好的面团放入蒸锅，再经过45分钟的大火蒸腾，大熊猫版的汉堡皮便完成了。之后宋爷爷开始准备汉堡馅儿，首先用竹笋打底，上面再放上小苹果和胡萝卜，这样一个大熊猫专属汉堡便完成了。宋爷爷一共制作了2个，第一个宋爷爷拿给了爱宝，这是爱宝第一次吃汉堡，有点不太懂得如何食用，不小心将汉堡摔在了地下。爱宝只想吃自己想吃的配菜，爱宝先是挑拣着汉堡上面的小苹果，而宋爷爷则在旁边不断的教爱宝如何正确食用汉堡。经过宋爷爷不断的教导，爱宝终于听明白了宋爷爷的意思。爱宝拿着汉堡咬了大大的一口，宋爷爷看着爱宝正确的打开了汉堡的食用方式，感到了深深的满足。爱宝吃完汉堡后，
宋爷爷来到乐宝这里，宋爷爷提前将汉堡摆放在了乐宝的房间。乐宝走进房门，先是凑近汉堡，仔细闻了闻，然后又舔了一下。乐宝好像激动的有点过头了，开心的压在了汉堡上，一顿摩擦。不过好在汉堡并没有压碎。乐宝拿起汉堡，打算找个舒服的位置开吃，中途汉堡皮还掉了下来。此时宋爷爷紧盯乐宝的一举一动，猜想着乐宝能不能正确使用汉堡。只见乐宝和爱宝一样，都是先吃了自己喜欢吃的配菜，一样没有正确领悟吃汉堡的方式。宋爷爷眼看乐宝和爱宝都喜欢吃自己做的汉堡，于是第二天又给其做了一份。这次刚好盛希阿姨在旁边，宋爷爷先让盛希阿姨品尝了一下，看看口味如何。当然盛希阿姨并没有真吃。之后宋爷爷拿着汉堡给爱宝和乐宝放在了室外园区，如果给爱宝放在室内园区的话，姐妹俩肯定会给爱宝偷吃掉，而乐宝这里就随便放就好了。乐宝第二次吃汉堡，明显比第一次经验丰富。这次乐宝没有再挑拣里面的配菜，而是双手举起汉堡，对其深深的咬了一大口，然后惬意的将手搭在了躺椅上。这个样子，别提乐宝有多爽了。这次乐宝懂得了，汉堡要举着吃才不会散。乐宝这模样简直不要太可爱。乐宝一口下去后，低下头仔细的品尝着汉堡冲击味蕾的感觉。因为瑞宝和辉宝还小，不能吃汉堡，所以宋爷爷给姐妹俩找寻了一些新嫩的雪竹竹笋。虽然姐妹俩没有汉堡吃，但对雪竹竹笋也是很满足的。江爷爷在节目中表示自己曾被猩猩霸凌， 어떤 과일을 집어 던지고 과일 껍질을 던지고 물을 이렇게 입에다 불고 因为猿类领地意识很强，而且栖生现象非常严重，他们不想脱离自己的生存空间，同时也不想有新的人或动物进来，所以对于当时新来的江爷爷便遭受到了他们的排挤和嫌弃。当时江爷爷表示自己很为难，不过江爷爷并没有为此觉得猿类讨厌，亦或是因为他们这般对自己就对他们失去耐心和热情，反而江爷爷发现此问题后，询问了许多前辈。当时江爷爷总结出了几点跟动物拉近关系的方法。第一个就是和动物一起睡觉，而对于这个办法，江爷爷最开始时也是不太相信的，尤其是对于猩猩而言，他们的自我意识更强一些。江爷爷刚开始时，猩猩们并不愿意自己睡在他们身边。 자는데 처음엔 뭐가 막 퍽퍽퍽 소리가 나요. 애들이 막 던지는 소리. 아, 저를 가라고. 심장에 가서 부딪히는 소리가. 当时江爷爷心想，照顾他们可真难啊。但是江爷爷并没有灰心，在江爷爷3、4天的死缠烂打下，这种声音便没有了。等2周过去，江爷爷与猩猩家族的感情就变得非常亲近了。当时爱宝在来韩国时，因为陌生的环境，晚上总是焦躁不安，江爷爷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睡在爱宝的窗户前。经过那之后，江爷爷很快便取得了爱宝的信任，这一言不合就睡觉的办法真是百试百灵。而自那之后，江爷爷和猩猩族群开始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江爷爷表示，有一只猩猩每次看到自己和女饲养员在一起，他就会生气。 봉란이라는 오랑우탕은 제 옆에 여자 사육사가 있는 걸 굉장히 싫어했어요. 야, 질투하네. 아니 뭐 내용관계나 이런 건 아니에요. 야. 그 여자 사육사가 있으면 그 여자 사육사한테 이렇게 뭘 던지거나 아니면 여자 사육사가 있을 때는 이렇게 고개를 돌려요. 싫다고. 흥 이런. 江爷爷表示，可能是因为女饲养员没有陪他一起睡觉吧。而江爷爷学到的第二办法就是留长胡子，因为猴群们会相互梳理毛发，以此来形成纽带关系。而当江爷爷留长胡子后，猴群们真的过来给江爷爷梳理毛发了。经过江爷爷几十年的饲养员经验，几乎对任何动物的任何一种行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看法。例如江爷爷讲的，当人们第一次看到一只非常可爱的动物时，会猛地靠近，然后说哇好可爱啊，但这反而会让动物害怕，增加它的警惕性，甚至还会造成应激反应。谁能想到宋3岁的外表下还藏有这么一颗细腻的心？在韩国姨姨们之间还流传着这样一段关于宋爷爷的佳话。在福宝出生的300天时，有位小朋友在开车门时，自己手中的气球飞走了。当小朋友在爱宝乐园玩耍完回来时，发现有一个一样的气球绑在了车上。这个事儿后来被姨姨们发现是宋爷爷干的。这次主持人好奇的在节目中问宋爷爷，这个气球是小朋友当时飞走的那个，还是宋爷爷重新给买了一个？宋爷爷表示，那个其实是粉丝送给福宝的礼物，但是这种气球对大熊猫来说属于危险物品，不能带给福宝，所以只能由饲养员来进行保管。宋爷爷表示，正好那天自己是下午上班，看到了这个场景。宋爷爷看到气球飞走后，孩子哭得很悲伤，父母也感到很可惜，不知道如何是好。而作为心思细腻的宋爷爷，在工作时这件事一直在自己脑海中徘徊。宋爷爷是在想有什么办法挽回一个小朋友的快乐。
这时刚好看到办公室有一个粉丝朋友送的气球，当时宋爷爷就心想，如果下班后那辆车还在的话，就把气球给他挂在车上；如果不在的话，就没办法了。宋爷爷也没想到那时那辆车还在，宋爷爷怕这样过于冒昧，还给车上留了一封信用来解释。宋三岁这细腻的心思让我想到了当初为福宝制作眼镜和牙刷的事情。众所周知，大熊猫都有视力问题，所以宋爷爷为其制作了眼镜。而当看到乐宝的牙齿发黄后，宋爷爷为了避免福宝以后也会这样，又为福宝制作了牙刷。虽然这都是象征意义上的东西，但宋爷爷确实是有在用心的去为宝家考虑。而这宛如童话般的故事发生在宋三岁身上，却显得还挺正常。心思细腻的宋三岁总是会去在意别人的感受以及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同时还会设身处地的为他人去考虑。而也是因为宋爷爷这样的性格，让宝家的生活多了一份与其他大熊猫不一样的快乐。今天有一一拍到宋爷爷用水管给爱宝的室外园区降温的样子，这样等下爱宝睡醒后来室外会凉爽很多，同时还可以给园区的小草们浇水。当然，这并不是爷爷们第一次这样做了，每年到夏天，爷爷们就经常会用这样的物理方式给室外园区降温，尤其是夏天最热的时候，这样也可以防止爱宝出来时被晒了一上午的小木床烫着屁股。不过两个爷爷给园区浇水时也略有不同，江爷爷干活很是细致，小木床的角角落落都会冲刷得很到位，而宋三岁工作时永远忘不了玩耍，每当工作干得差不多了，宋爷爷就会给自己留出一点玩耍的时间。宋爷爷拿着水管不断地吓唬着游客们，不过游客们不仅不反感，反而觉得很有趣。宋爷爷这超强的互动性让游客们仿佛看到了当年宋爷爷在台上会演时候。想必要是江爷爷允许的话，宋爷爷能拿着水管在这里玩一天。不过这样就不是爱宝一家营业了，成了宋爷爷营业了。只要宋爷爷手里有可以玩的东西，那宋爷爷一定逃不掉宋三岁的本性。例如之前宋三岁在打扫游客观景处时，虽然没有游客，但是宋爷爷发现了正在那场打扫的饲养员们，上一秒还是勤劳的小蜜蜂模样，下一秒就拿起水管偷袭其他饲养员，用水管滋玩，还假装抬头问是不是下雨了。宋三岁这厚脸皮模样真是令人所折服。不过饲养员们不用猜就知道是宋三岁干的，让宋三岁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怕是比瑞宝和辉宝还要难。也有一偶遇，江爷爷拿着工具在爱宝和乐宝的园区进行了泥土勘探。江爷爷还真是全能，什么活都会整。可能是爱宝园区的土地昨天因为下过雨，今天有些泥泞以及比较湿滑。江爷爷回去后，饲养员小哥哥又将江爷爷放置的竹子带了回去。而姐妹俩这里今天真是给观看的姨姨们心都快吓出来了。无聊的辉宝原本想爬到树上去玩水，而爷爷们为了防止姐妹俩爬太高不安全，所以安装了用来阻止姐妹俩攀爬的塑料壳。而此时辉宝这里在树上一阵折腾，一个手滑没抓住，从树上摔了下去。当时吓得姨姨们的叫喊声响彻了整个园区。同样的想必辉宝自己也吓到了，辉宝自己坐在地上缓了好一会儿。不过辉宝为了不让姨姨们担心，坐在地上缓了一会儿后，又重新爬了上来，像是在安慰姨姨们，表示自己没事儿，姨姨们不用担心。而辉宝经过这一摔过后，非但没有长记性，反而还想继续爬。辉宝真是越挫越勇。爷爷们说，辉宝只善于行动，不善于思考，这一点真不假，妥妥莽夫行为。而今天负责值班的圣希阿姨看到后，立马来到了园区保护辉宝的安全，同时拿来了竹笋，试图转移一下辉宝的注意力，让其来吃竹笋，别再爬树了。咱辉宝此时坐在树上的正面，一整个拿捏姨母。此时圣希阿姨的心完全被辉宝捏在手上，好在竹笋的诱惑力足够大，辉宝这才打消了继续爬树的念头，下来吃起了竹笋。姨姨们也不用担心辉宝的身体问题，圣希阿姨看过了没有问题。当年辉宝的姐姐福宝可是从更高的树上摔下来过，摔下来后更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只是让两个爷爷当时很心痛。不过福宝换来的是在那天里提前下班了，而此时的爱宝正在室外吃竹子，这要是让爱宝看到了，想必以后辉宝在爱宝这里都要被禁止爬树了。连许奶爸给福宝拿来的竹笋简直不要太诱人。江爷爷和宋爷爷说，我国的物产丰富，真不是商业发展。看到这老大的竹笋，想必江爷爷和宋爷爷也会大吃一惊吧。福宝以前倒是见过粗竹笋，而这么长的竹笋在福宝这里也是第一次见。而福宝此时正蹲在通道门口查看，先确认好奶爸给竹笋放置的位置，一会儿好第一时间去吃大竹笋。此时福宝看到奶爸回来了，小手抓着护栏，表示让奶爸快点给自己开门。福宝从通道门口里走出来后，先是来到自己的山洞里面，福宝打算先给山洞里的这根吃掉。这大竹笋看上去福宝一根都吃不完，
福宝先是给竹笋皮一点一点剥掉，剥的差不多了，福宝便开啃了。福宝先给竹笋最嫩的竹笋尖尖吃掉，这一口接着一口的模样，死得不要太打死。不过等竹笋尖尖吃完后，福宝的速度便慢下来了。到最后，福宝表示吃不动了，真的吃不动了，竹笋实在是太大了。福宝将没吃完的最后那块竹笋直接扔下，便离开了。福宝吃完竹笋，来到了小亭子上，蹲在小亭子上就开始产青团，这就不得不夸赞一下福宝的消化能力了。福宝给自己清了清肚子后，又拿起了身旁的竹子。福宝从小就听爷爷的教导，吃东西要面对着游客。福宝将腿夹在小亭子缝里，这模样看上去很是舒坦。姨姨们还表示，这还是第一次看到福宝的膝盖。福宝给手里这根竹子吃完后，福宝又在竹子堆里找寻起了什么。福宝从竹子堆里将第二根大竹笋也找出来了。福宝今天竹笋吃的简直不要太过瘾。福宝吃饱喝足，便来到了自己的大草坪上趴着。福宝趴着休息的同时，隔壁园区的草和好像隔着园区在对福宝说着什么，咩咩咩的叫个不停。宋三岁站在乐宝园区的远处，看着乐宝开心的在自己作品上玩耍，甚是满意。实际上是宋三岁想喊乐宝去室外园区，因为此时爱宝以及姐妹俩都在室内，所以现在必须要有一个去室外撑场面的，不然游客们该闹脾气了。因为5分钟根本看不过来3只大熊猫，但是乐宝就是不为所动。乐宝太爱自己的这个木架了，表示根本不想下来。而此时的宋三岁对乐宝一点办法也没有。如果是瑞宝和辉宝，那宋三岁还可以上手去抱，但是乐宝是一只成年大熊猫，如果给乐宝惹不高兴了，乐宝可能随时都能给宋三岁一巴掌，让宋三岁提前退休。所以宋三岁只能站在园区痴痴地看着乐宝，盼望着让乐宝脑海里能自己出现来室外园区的念头。此时不知是不是乐宝在木架上太舒服了，直接蹲在木架上缠起了青团，根本没拿宋三岁当回事儿，一点面子都不给宋三岁。不知宋三岁此时有没有后悔给乐宝安装木架？不过宋三岁应该庆幸乐宝的木架是安装在室内而不是室外。如果乐宝是在室外不想回家，那宋三岁更头痛。起码在有恒温空调的室内收熊，远比在炎热的室外收熊要舒服得多。一会儿，宋三岁又给乐宝拿来一些新的竹子，试图诱惑乐宝下来。结果竹子一放，全从小亭子缝隙里漏了下去。宋三岁可能在之前的旧亭子上放习惯了，一时还没适应过来。宋三岁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走之前特意冲着姨姨们的镜头给自己来了张强颜欢笑的照片。宋三岁眼看乐宝对竹子不为所动，又给乐宝拿来了竹笋。现在的宋三岁已经完全被乐宝拿捏了。